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今天有哪些新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首先 Waymo， 大家都知道 Waymo 是在 Google 旗下的全自动驾驶的计程车品牌哦。那这个 Robotaxi 品牌呢，目前呢是有在美国一些的地方做测试吧，比方说旧金山啊，还有洛杉矶。那再下来呢，他们是说2025年开始，他们要准备在东京，对，你没有错，在日本的东京呢，准备做测试啦。那初期的部分呢，他们会先利用他们的车子，在那边用手动的驾驶开车呢，去把东京的地图基本上规划出来。那再下来规划完以后呢，就会开放给大家使用哦。那你之前如果是有看到有很多其他的网友呢，在美国这边体验了 Waymo 的这个全自动驾驶计程车，自己想要体验看看的话，说不定呢，明年开始呢，就可以直接在日本去体验了，就不用一路大老远的飞来美国去做这体验了。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就是你如果是有明年要去东京玩的话，搞不好可以注意一下哦。那再来呢，美国联邦政府对电动车的7500块钱美金的补助呢，现在目前看起来呢是越来越有可能明年就会没有了。那可能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前呢还会有，但是他上任以后呢，现在的说法是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团队要把这个整个东西打压下去。那包括他还有那个联邦政府所提供的这个补助去建充电站的这些补助呢，也有可能会被一次打掉哦。那现在的说法是，他甚至还有可能要把美国之前就是规划好了再下来的，就是汽油车转电动车这些规范呢，就是比方说空气污染的条款呢，要做更正哦。那这个东西在美国这边其实非常非常复杂，有好多个环节。比方说，联邦政府管理空气污染的呢是在 EPA 下头，那在加州呢？那每一个州呢，又有它自己州的规范。那加州为例的话，它还有 CARB 的这个规范在管理哦。那联邦政府的规范可能是，比方说在设定在这里，那加州的可能更严格，你要达到这里。那哪一个到底是好一点的规范，或者大家该遵守的规范呢？这东西就有点复杂。联邦政府的你严格上来说你要符合，那你如果今天这个车子要卖到这个州的话，你又得符合这个州的规范。所以呢，就会变成是说，联邦政府规范可能是没有那么严格，突然一下一个州规范变得非常严格的话，其他这些车子是不是就不能在这些州卖呢？不是不可以，但是罚款非常重哦，最严重的罚款可能一部车罚到上万块钱美金哦。简单来说，它就是不要让你卖这些会污染的车子。那当然呢，这个是理想的想法。实际的想法呢，市场有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市场目前看起来其实好像并不是太支持这件事情啦。所以这件事情呢，川普的说法是他可能又要重新把它打压重整，可能甚至把这些规范全部都是刷新归零哦。那7500块钱美金的补助呢，明年会消失的这个概率其实一直在增加。所以你如果是对电动车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想要确保说你现在7500块钱美金的补助还可以拿到的话，基本上你大概从现在开始到川普上任之前的这一小段时间，你还有机会可以拿到。他上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呢？大家真的不知道，但是越来越明显的看起来呢，是非常有可能补助会消失哦。好了，再来我们聊聊特斯拉的新闻哦。第一个 Cybertruck。现在有很多传闻是说 Cybertruck 好像没有像之前卖的那么好呢，甚至还有一个传闻是说，之前的一些特斯拉生产出来的 Foundation Series 呢，现在在他们的网络上当做正常版本在卖。差别在哪呢？他把上头的那个雷射切割的字把它磨掉，他就在卖了。就有一些网友是在这样猜啦。那你如果直接到特斯拉网站上头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到说有一些 Cybertruck 的现货车是有加了一大堆配备的。这些车就非常有可能是之前做出来的 Foundation Series 车子没有卖出去了，现在他们把这个字刮掉，就拿出来卖了。所以你如果对 Cybertruck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你可以赶快去看看。但我个人建议是再等等，因为我个人觉得价钱可能会有一点浮动，因为你说真的要掏出8万块钱美金买一台卡，这种我们所谓讲的 lifestyle 的卡车，好像有点贵。那在另一方面呢 ，Model S 竟然这几天呢，在美国这边竟然涨价到8万块钱美金哦。
很多人就觉得说，从75000块钱涨到8万块钱，多了5000块好像不值。但是特斯拉就很聪明，他说在这个时间呢，他又丢给你说是这一台车子会付免费的超充。对，你没听错，免费的超充，而且是一辈子跟着你车子的免费超充。但这个前提是你要是第一个车主，并且是你要拥有这一台车，它是跟着你的特斯拉账号走。你如果这个车子卖掉了，对不起，卖掉以后这个车子就没有免费超充了，你自己本身的免费超充也就没有了。所以你一定要是你的账号再加这台车子两合在为一，才有一辈子免费的超充哦。那这个里头还有一个小细节是，你今天如果是到超充站，结果呢你可能车子放太久了，电充好了，就车子一停在那，他会我们讲的是罚钱嘛？那这车主是还是要付这个罚款的费用哦，就是占有这个超充车位的费用。那再来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如果是尖峰时段，它的加价呢，你也要自己负责这个加价的部分哦。所以不像以前是说是你停在那边基本上是永久免费，现在变得是说是它只是基本的超充部分是免费，剩下你如果其他额外的费用呢，你还是要自己付的哦。再来呢就是。Version 13的 FSD 昨天呢，终于是大规模的开始下放到各个车主了，包括我自己呢，昨天晚上也收到了。那 Version 13其实在 FSD 里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主要是它在全自动辅助驾驶这里也增加了几个功能，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包括是车子现在可以倒车。那再来就是车子可以直接在停车位上头就可以启动 FSD 哦，不像我们之前的话，你一定要是打到就是低档以后呢，你才可以启动 FSD。现在是可以直接在车位上头启动 FSD。那再来另外一个，它也增加了一个可以自动停车的功能。现阶段的说法是，它可以在停车场里头找空的位置。再下来的特斯拉说法是，他们之后的更新会可以说针对说你要停在哪里，直接。比方说在触控萤幕上做个点，它就可以直接停过去了。我觉得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棒。我们之前一直在抱怨是说特斯拉的车子啊，很早期的 FSD 是没有办法回转，也没有办法倒车嘛。那之前呢，回转来了，那现在倒车也来了，真的是进步越来越多了。那再下来呢，我还会有另外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全新的 Version 13的 FSD 哦。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可以经过 Spotify、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看 YouTube 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下头留言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